的国产古装剧市场又出现了一部让观众期待越高、失望越大的作品，它就是由丁禹兮、邓恩熙主演的《花开锦绣》。这部剧开播之前，其实拥有不少优势，年轻演员搭档，古装题材加持，再加上家族斗争、权谋、身份反转，以及男女主一路逃亡的设定，看起来几乎把当下观众喜欢的元素全部集齐了。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在开播前就已经积累了不低的期待。很多观众原本以为这可能会成为今年古装偶像剧市场中的一匹黑马，但真正播出之后，观众的评价却开始出现明显变化。有人觉得画面漂亮，演员颜值在线，男女主之间的互动也有看点。可与此同时，也有不少观众直言，剧情看起来热闹，但越看越觉得不对劲。甚至有人提出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花开锦绣到底是被低估了还是高估了？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部剧为什么明明拥有这么多优势，却还是让一部分观众产生了失望感。首先，最容易引发争议的就是剧情逻辑。花开锦绣的故事设定其实非常有潜力，男主是一个身份特殊、遭到追杀的私盐贩子，而女主则是出身名门的九小姐。一个从社会底层的危险世界中挣扎求生，一个原本生活在家族保护之下，却因为家族内部的矛盾被亲人一步步逼上绝路。两个身份完全不同的人，因为命运被迫走到一起。他们从互相提防到共同逃亡，再到逐渐建立信任，最后发展出感情。光看这个设定就已经非常有戏剧性。爱情、身份、家族、权谋，再加上一段从江南一路走向西北的逃亡之旅。如果这些元素能够真正串联起来，花开锦绣完全有机会成为一部很有特色的古装剧。问题就在于，好的设定并不等于好的剧情。一些细节在真正呈现在屏幕上之后，却让观众产生了明显的违和感。比如剧中某些家族场景，为了制造华丽的视觉效果，加入了大量使用盐的情节。可是当时的故事背景恰恰涉及盐税与相关利益纠纷。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身份并不算特别高的家族，却可以公开大量使用盐来制造类似雪景的视觉效果。画面可能确实漂亮，但是观众看到这里很容易产生一个疑问：这样的事情真的符合剧中正在建立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规则吗？对于古装权谋剧来说，细节其实非常重要。因为观众愿意接受虚构，却很难接受一部作品自己建立了一套规则，然后又突然打破这些规则。当类似的情节越来越多之后，观众就会开始从看故事变成找漏洞。而一旦观众开始寻找漏洞，剧情的沉浸感自然也会受到影响。第二个问题就是女主角的人物塑造。花开锦绣显然希望打造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角色。她不愿意继续接受传统家族和礼教的束缚，也不愿意永远成为家族利益交换中的一个棋子。尤其是在经历家族背叛、被亲人抛弃之后，她应该逐渐完成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成长，从一个生活在优越环境中的大家闺秀，变成一个能够掌控自己人生的人。这个人物成长方向本身没有问题，甚至可以说，这是这部剧最值得期待的一条人物线。但遗憾的是，剧中对他心理变化的处理似乎有些太快了。一个人经历重大伤害之后，真正的心理创伤不可能在几个情节之间就完全消失。可是剧中的女主在经历一些非常严重的打击之后，很快就重新恢复状态，然后继续踏上新的旅程。这种处理方式虽然可以让剧情继续向前推进，却让人物缺少了一个真正沉淀的过程。观众还没有来得及感受到她的痛苦，他似乎已经完成了自我调整，于是一个原本应该非常有力量的人物成长线反而显得有些轻。更尴尬的是，剧中对于女主聪明、理智、独立的设定，与后续一些行为之间也出现了明显落差。前期告诉观众她是一个能够独立思考、敢于做出决定的女性，可到了后面的逃亡过程中，她却经常需要男主帮助。从生活起居到赶路，再到面对危险，他在不少关键时刻都需要男主来解决问题。当然，男女主互相帮助本身并没有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人物设定和人物行为之间必须保持一致。如果编剧一开始把女主塑造成一个非常独立的女性，
那么后面就应该让观众看到他究竟是如何依靠自己的能力一步步解决问题。只有这样，他的成长才会真正成立，否则就很容易变成一句话，嘴上说的是独立女性，剧情里却还是传统的男主负责保护，女主负责被保护。这也是部分观众觉得遗憾的地方。第三个争议则来自原著改编。原著《花开锦绣》本身拥有不少值得挖掘的内容，尤其是江南家族内部的关系，以及女主逐渐看清自己的家族，重新认识自己过去所处阶层的过程。这些内容其实才是故事非常重要的内核，因为女主真正的变化并不只是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更重要的是她开始重新理解自己的家庭，重新认识所谓的身份和阶层，也重新思考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人生。但电视剧版本为了扩大故事规模，加入了更多逃亡和权谋元素。这个方向其实并没有错，问题是当新的故事线加入之后，如果原著中最重要的人物关系和情感逻辑被削弱，那么整个故事就很容易出现看起来更大，但内核反而变薄的感觉。这也是《花开锦绣》目前比较可惜的一点。他确实想讲一个更大的故事，但故事越大，对编剧的控制能力要求就越高。如果家族线没有完全讲透，权谋线没有足够的逻辑，逃亡线又没有制造出真正的紧张感，那么最后就会出现一种很奇怪的观感，什么都有，但什么都没有真正做到极致。尤其是逃亡这个概念，按设定来说，男女主一路被追杀，应该时刻处于危险之中。观众期待看到的是紧张、压迫、危机，以及随时可能暴露身份的恐惧。可在实际剧情里，两个人有不少时间都在风景优美的环境中聊天、相处、培养感情。于是，本来应该是一场惊险刺激的逃亡，慢慢变成了古装版的边旅行边谈恋爱。这其实就是剧情定位上的一个问题。如果作品把逃亡作为核心卖点，那么危险感就必须持续存在。如果逃亡只是男女主培养感情的背景，那么它就很难真正成为这部剧的特色。当然，花开锦绣也并不是一无是处，恰恰相反，这部剧依然拥有不少明显的优点。首先就是视觉效果，服装、场景以及整体画面质感都能够看出制作团队投入了不少心思。对于古装剧来说，这种视觉优势确实能够提高观看体验。其次，丁禹兮和邓恩熙的外形与角色适配度还是比较高的。两位年轻演员站在一起，确实具备一定的 CP 感，而且剧中一些轻松的互动，也能够让观众感受到两个人之间逐渐变化的关系。另外，一些经验丰富的演员加入，也让整部剧多了一定的表演支撑。所以，问题并不是演员完全不行，更准确的说，是演员的表现很难彻底弥补剧本本身的问题。对于一部电视剧而言，演员能够提升角色魅力，但无法替编剧解决人物逻辑。画面可以让观众留下来，演员可以让观众继续看，但真正决定一部剧能不能让观众追下去的，最终还是故事本身。这也是为什么花开锦绣会让人产生一种可惜的感觉，因为它并不是没有好牌，相反，他手里的牌其实不少。丁禹兮和邓恩熙的组合，家族斗争、身份反转、逃亡旅程、古装爱情，再加上原著本身的故事基础，这些元素单独拿出来都有成为爆款的可能。可是当他们真正组合在一起之后，却没有完全形成一条足够稳定、足够有说服力的故事线。于是观众的期待越高，落差感也就越明显。当然，一部剧在刚播出的时候出现争议，并不意味着最终结果已经确定。随着剧情继续推进，花开锦绣还有机会通过后续故事重新赢回观众。如果后面的家族线能够更加完整，人物成长能够更加细腻，男女主的关系能够进一步深化，同时让逃亡和权谋真正产生紧迫感，那么这部剧依然有机会扭转部分观众的评价。但如果后续依旧依靠漂亮画面和甜蜜互动来推动剧情，却无法解决逻辑与人物塑造的问题，那么它最终可能只能成为一部看起来很有潜力，却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的作品。说到底，花开锦绣真正让人遗憾的，不是他选择了一个新鲜的故事方向，
而是他明明拥有一个非常好的故事雏形，却没有把这些优势